日本 H3火箭将卫星送入大海，被中美卷死，是日本更多领域的宿命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3月7号，日本新一代运载火箭 H3搭载了日本的 ALOS-3光学遥感卫星，在经历过发射紧急终止还有2次推迟之后，终于在种子岛航天发射中心发射升空。如果发射成功的话，这个 ALOS-3卫星呢，将能够为日本提供幅宽70公里、分辨率0.8米的对地侦察照片。不过发射的结果跟日本人所期望的不太一样，火箭没有把卫星送入太空轨道，而是送入大海，生生逼着一颗光学侦察卫星改行去当了合成孔径声纳卫星，成了卫星里的新品种。根据报道呢，H3火箭发射之后，第2级火箭没有顺利点火，在620公里高度开始速度下降，日本就决定启动了火箭的自毁指令。由于连续遭遇发射失败，现在大家都不看好日本在商业航天发射领域的前景。本来日本在运载火箭领域呢还算是有点成绩，比较出色的。他们的 H2火箭技术成熟之后，发射成功率曾经非常之高。而且日本火箭发动机技术也曾经一度走在中国的前面，到今天在氢氧发动机等某些领域仍然有优势。所以日本人面对这次失败的不服气，认为自己技术上并不落伍，比中国强，但是研制过程中受到了各方的限制还有制约太多，不像中国有足够的政策和资源保证。甚至有人说，日本火箭发射失败是因为中国的超能力部队发挥了作用。不知道这些人是日本动漫看多了，还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。中国上一个超能力人物霹雳贝贝还是1988年的呢，要说这事儿是黄蜂女干的，那还差不多。其实日本要搞商业航天跟搞武器装备一样，都很难有什么市场前景。有一点日本人说的没错，就是在很多领域，日本的发展严重被美国限制了，这样就没法对美国进行构成挑战，只能老老实实的给美国当零部件供应商。而且就算美国不在关键领域给日本设限制，那也没用，因为民间除了马斯克，美国还有上百家商业航天公司，美国政府不出手，这些民间公司也能通过低成本发射服务把日本卷死。除了美国，中国航天发射能力这些年也是国企跟民企双管齐下。除了长征火箭水平越来越高，中国的空间站能够面向全球提供服务。中国国内开始研究运载火箭，甚至是可回收运载火箭的民企也开始逐步涌现了。所以是中美双方的挤压，就没有给日本这样的国家留多少生存空间。日本没法通过原来的 H2火箭继续保有市场。日本之所以要发展 H3火箭，就是希望通过获得一种推力更大、发射成本更低的火箭，去重新赢得商业航天的发射市场。不过呢，提高性能要求往往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，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少吃草，这是很难的。比如说，对发动机的类型、对对应的这个推力大小，还有燃料种类、生产工艺，都会有更高的要求。那么紧跟着问题就来了，日本要有多大的发射效率，多少发射次数，要赢得多少发射订单，才能把火箭研制成本摊薄呢？而如果发射次数不够，那个成本就没法摊薄了。面对中美两国的竞争对手，又如何去赢得市场？日本的军火其实也是这个样子。其实不仅运载火箭、航天发射，还有武器装备是这样。日本的家电、汽车早就这种问题了，日本人自己都感觉已经在这些产业慢慢被淘汰。所以以后我们看东亚国家里边，很有可能就会发现，韩国还有些技术产品，日本嘛，也就是服务业还有旅游业还不错。对日本来说，一个能够让日本人充分自信的时代就要彻底过去了。